Hi， 大家好，又係我 Patrick 喺3月29號嘅金融穿梭。我話特朗普嘅關稅政策呢，只係雷聲大雨點少，但佢嘅關稅雷聲呢，確實對美國市場引發非常大嘅動盪，亦都影響多國對美國嘅貿易。美國經濟學家、投行同埋市場呢，反對同埋警告特朗普關稅政策聲音非常大，而事件發展呢，亦不斷咁改變。我同大家一樣，最關心就係黃金版升完未？現在只要你按下個訂閱、點讚同埋按下鐘仔，呢個代表你對我嘅支持，同埋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嘅。請睇廣告並分享呢集俾你嘅朋友。事不宜遲，現在請大家細心欣賞金融穿梭。截至4月26號，各項指數嘅印記，美匯指數自1月初咧就下跌咗8%啦，報99.58。10年期國債咧自1月初咧就下跌咗6%，報4.25厘。我經常講美國股災，如果三大指數從近期嘅高位持續下跌多過20% 嘅話咧，咁樣咧就可以確立進入熊市區。現在就睇下美國三大指數距離熊市有幾遠啦。道指報40,113點，標指報5,525點，納指報17,382點。佢哋咧分別從近期嘅高位下跌咗11%、10% 同埋14%，所以股災咧仲未確實嘅。黃金報3,320美元，自1月咧上升咗27%喎。白銀報33.17美元，自1月咧就上升咗15% 㗎啦。喺上星期，黃金由3,506美元嘅歷史高位回調至3,320美元喎，係由於市場認為短期美方對貿易談判嘅呼聲較高喎，市場風險偏好回升，而且特朗普話唔會炒鮑威爾。據美國哥倫比亞公司喺24號報導，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克里姆林宮準備同美國就烏克蘭問題達成協議，不過佢仲指出其中有啲內容有待微調，呢個就利好咗美股啦。知名投資顧問公司 Yardeni Research 最新評論強調，特朗普關稅嘅風暴讓世界陷入緊張，最終可能創造新嘅世界秩序。首先，Yardeni指出，特朗普嘅關稅政策讓每個人感到緊張。目前美國正與日本、歐盟、韓國、印度等15個主要經濟體進行關稅協議談判。截至目前已有75個國家表示有興趣同美國進行貿易談判。持續嘅不確定性抑制咗全球嘅股市。第二，特朗普同聯儲局主席鮑威爾嘅對決讓所有人感到緊張。兩人關係一直劍拔弩張，因為特朗普稱鮑威爾嘅利率政策令人失望，但儘管特朗普一再批評並要求減息，鮑威爾仍然堅稱關稅恐導致通脹同埋增長放緩。特朗普持續向鮑威爾施壓，要求降息，甚至暗示希望鮑威爾喺2026年5月任期結束前辭職。第三，美國經濟令所有人緊張不安。Yardeni指出，經濟指標顯示出好壞參半嘅信號。美國經濟喺某些領域表現出韌性，但同時也面臨衰退風險同埋通脹嘅壓力。消費者信心下降，但零售額卻表現出意想不到嘅強勁勢頭。據分析係由於進口商提早增加存貨，而消費者亦提早購買。3月工業生產下降，但製造業同埋採礦業產出上升。第四，收益同埋估值讓每個人都感到緊張。分析師正在調整對標指企業喺2025年同埋2026年獲利嘅預期。呢個反映出他們擔憂關稅可能引發嘅經濟衰退。與此同時，
股神巴菲特咧仲一直喺度旁觀。過去9季以嚟咧，佢一直處於股票淨賣出嘅狀態。喺2024年結束時咧，其現金儲備量咧創下高位嘅紀錄。第5同埋第6咧，中國同埋歐洲令所有人感到緊張。喺全球範圍內，中國正試圖刺激國內經濟，以抵消貿易戰嘅負面影響，而歐洲咧則面臨歐元走強嘅挑戰。呢個可能會損害歐洲公司銷售同埋盈利，並增加通脹緊縮嘅風險。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古爾斯比喺禮拜一嚴正發聲，捍衛聯儲局嘅獨立性。此番表態咧，正值特朗普對鮑威爾嘅批評升級之際。古爾斯比強調，市場對聯儲局將通脹壓回2% 目標嘅長期預期咧至關重要。而聯儲局嘅獨立性咧，正是這一預期嘅基石。喺呢個古爾斯比作出發言之後咧，特朗普再度喺社交媒體上加大對鮑威爾攻擊嘅力度，表示好多人呼籲咧先發制人降息。隨着能源成本大幅下降，食品價格包括拜登嘅雞蛋災難將大幅下降，大多數其他東西咧都呈下降嘅趨勢。實際上咧係冇通貨膨脹嘅。Mr. Too Late 指聯儲局主席鮑威爾係一個主要嘅輸家。白宮經濟顧問哈西特上個禮拜5證實，特朗普及其團隊正在評估罷免聯儲局主席嘅法律可行性。South Investments 總裁兼首席投資組合經理班夸什解釋說，美國國債投資者尋求美元嘅安全性同埋保障。但如果政治因素開始影響貨幣政策咧，作為外國投資者，即使美國國內嘅投資者，佢哋咧也不一定能相信咧你作為債券持有人嘅利益會得到尊重。因此呢個對美元同埋利率咧都構成潛在嘅風險。呢一切咧都加劇咗股市嘅恐慌，因為一切咧都與美國嘅國債息息相關。數十位著名經濟學家同學者咧對特朗普關稅計劃咧提出質疑。反關稅宣言係由一啲知名嘅簽署者，包括諾貝爾得獎 James Heckman、William Smith、經濟學家前德克斯州共和黨參議員 Phil Gramm 以及總統喬治布殊經濟顧問 Gregory Manfield。截至禮拜一21號，已經有近1300人簽署咗一份反關稅宣言啦。作者警告話，撤銷特朗普政府喺貿易方面不連貫且有害嘅政策時間表咧，正在縮短。信中寫，關稅嘅支持者將呢啲措施描述為經濟解放行為。相反，關稅顛覆咗美國引領人類自由同埋繁榮時代嘅自由原則。報告繼續話，現任政府徵收關稅嘅動機係對普通嘅美國人面臨經濟狀況錯誤嘅理解。我哋預計美國工人將承受到呢啲錯誤政策嘅衝擊，包括物價上漲同埋自身引發嘅經濟衰退嘅風險。簽署者尤其是批評特朗普嘅互惠關稅。美國威脅向其他國家徵收並實施互惠關稅，稅率咧係使用錯誤且臨時嘅公式計算嘅，係冇任何經濟現實嘅依據嘅，並警告稱其可能導致自找衰退。信中還補充話，然呢，我們仍然充滿希望，合理嘅經濟原則、經驗證據同埋歷史嘅警告將戰勝當前嘅保護主義神話。喺呢個2025年，金價創下新高，為何同先前嘅高峰有所不同呢？3月份黃金嘅 ETF 購買量持續快速成長，所有地區均有所貢獻。美國基金以60億美元，即係67噸嘅淨流入領先，其次就係歐洲，然後就係亞洲，各約10億嘅美元。儘管 ETF 資金流入為正，但 COMEX 期貨咧卻小幅下跌4億美元，約5噸，可能係咧因為獲利沽貨嘅。喺2022年，聯儲局多年嚟咧首次升息，標誌住長期財政寬鬆政策咧嘅結束，以及大多數已經開發嘅市場通脹壓力嘅開始。當時咧，由於各國央行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脹，
市場流動性減少，美國金融狀況大幅收窄，同時一場完美嘅風暴席捲而嚟，導致債券同埋股票咧罕見地同時下跌。儘管最近幾個禮拜喺討論主要集中喺關稅問題上，但流動性嘅風險咧仍然係一個重要嘅暗流。量化緊縮嘅政策正在放緩，但尚未提及重啟量化寬鬆嘅政策。事實上咧，考慮到高額嘅債務同埋頑固嘅通貨膨脹，人們可能咧不會有呢種興趣。此外，政府效率部都對政府支出嘅限制，亦都抑制財政嘅支持。正如聯儲局喺2024年11月嘅金融穩定報告中所指出，喺購買債券嘅流動性，即交易近期發行嘅美國國債嘅便利性，呢個亦都係咧流動性最強嘅債券。呢個也可能咧係導致今年至今股市暴跌嘅原因之一。但目前嘅情況咧，亦都可能同呢個2022年不同嘅，因為儘管2022年通脹率將進一步上升，但呢個咧係由經濟增長所推動嘅。呢一次通脹咧係持續存在，而經濟增長咧卻步履滿山，導致咗滯脹嘅環境。喺呢個背景下咧，利率不太可能咧進一步上升嘅。而隨住美國例外論嘅動搖，美元咧應該會下跌嘅，至少喺短期內咧會下跌。第二，過去3年嚟咧，各個央行嘅金條購買行動咧，對金價嘅表現咧做咗巨大嘅貢獻，而且呢種勢頭好可能持續落去添，為金價提供咗基本面嘅支撐。第三，喺呢個2022年市場動盪之前咧，美國黃金 ETF 投資者咧已於2020年咧累積了大量嘅黃金持股，但直到最近咧，佢哋才開始恢復運行。呢個表明咧產能仲有待增加添，咁樣咧亦都俾黃金有進一步嘅支持。跟住就係黃金嘅基本面咧係保持不變。同呢個2011年相比，美國黃金 ETF 喺所有美國 ETF 資產中咧所佔嘅份額咧大幅減少，因為 ETF 買家喺過去4年咧嘅大部分時間咧都處於觀望嘅狀態。黃金咧並未有超賣到，跟住咧實際國債收益率高於其長期平均嘅水平，顯示收益率嘅下行風險大於上行嘅風險。金價咧則相反嘅。再有就係預期股票嘅市盈率仍然好高，如果經濟放緩同埋盈利下調惡化咧，股市將有進一步下跌嘅空間，尤其是當前嘅地緣經濟條件下。呢個對黃金避險吸引力咧係一個利好嘅。另外，信用利差較前2次高峰期咧明顯收緊，再次擴大風險超過收縮嘅風險，亦都對金價形成支撐。最後，儘管美元自今年初咧有所走弱，由於特朗普政府傾向美元嘅貶值，而且關稅影響嘅不確定性，呢個可能為黃金帶嚟額外嘅推動力。綜合上述所講，黃金上漲幅度同埋速度咧，與先前峰值相比咧有所下降，就如上圖啦。儘管黃金市場必須應對逆風，但今日咧個宏觀背景同埋上次高峰期咧有好大嘅不同，並繼續為黃金長期前景提供支持。根據世界黃金協會數據，85% 嘅投資者咧嘅投資組合中都包含一啲黃金嘅投資。咁你是否係其中一個投資者呢？近期美股、美匯同埋債券咧同時下跌，市場稱之為股債匯三殺。原因主要係受到多重因素嘅綜合影響。第一，美國關稅政策嘅不確定性。美國政府近期推動關稅政策，如對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引發全球貿易緊張局勢，導致市場對經濟前景產生擔憂。關稅戰可能推高企業嘅成本，削弱盈利嘅能力，並影響全球嘅供應鏈，進而拖累美股嘅表現。同時，關稅政策引發避險情緒，促使投資者拋售美國嘅資產，包括美元同埋國債。第二，通脹壓力同埋貨幣政策嘅預期。美國通脹數據持續高企，
例如2024年10月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顯示通脹壓力未減，市場預期聯儲局可能維持高利率，甚至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高利率嘅環境對股市構成壓力，因企業借貸成本上升，影響呢個盈利。同時新發行嘅債券收益率上升，舊債價格下跌，導致債市疲弱。第三，美債市場動盪同殖利率飆升，近期美債遭到拋售，10年期美債殖利率一度升至 4.48 厘，創2001年以來最大單週嘅漲幅。殖利率上升意味住債券價格下跌，呢個同關稅政策引發避險資金流出，以及市場對美國政府債務增加擔憂有關嘅。此外，如日本投資者拋售美債，進一步加劇債市嘅壓力。第四，對聯儲局獨立性嘅擔憂，市場傳言美國政府可能干預聯儲局貨幣政策獨立性，呢個就削弱咗投資者對美國資產嘅信心啦。聯儲局若無法獨立應對呢個通脹或者經濟挑戰，可能加劇市場嘅波動，進一步推低美股、美匯同埋債券嘅價格。第五，全球資金流向嘅變化，關稅戰促使資金流向其他市場，例如歐元、日元等貨幣走強，顯示投資者正在償還呢個美元或轉投其他嘅資產，如黃金以避險。美股暴跌亦都可能引發抵押品嘅清算，進一步加劇美債同埋美匯嘅下行壓力。最近呢個罕見嘅股債匯三殺嘅現象顯示投資者信心嘅動搖。發興銀行資產配置主管 Alan 表示，如果美國總統特朗普堅持推行呢個貿易政策全球投資者撤離美國資產嘅趨勢將持續數年。Alan 喺2024年截至9月前佢係睇好美國嘅資產嘅，但喺9月之後佢警告美國資產嘅裂痕開始出現。喺今年嘅2月，佢重申咗呢個裂痕嘅觀點，告誡投資者削減美國股票、債券同埋美元嘅投資。標指自嗰個時候已經下跌咗15% 啦，美元指數則下跌咗9%。Alan 喺巴黎接受訪問時表示，新政府已經製造咗極高嘅整體不確定性，呢場大嘅輪動才剛剛開始啫，可能持續數年。美國金融主導嘅地位正面臨挑戰，美元同埋美國國債嘅吸引力下降。今年以嚟美國股票表現遜於全球其他市場，市場擔憂美國貿易政策同埋關稅將損害經濟增長並助長呢個通脹。Alan 補充話，多年嚟美國係投資者唯一能夠找到增長嘅地方。美國股市嘅定價反映咗係完美嘅情景，而且資金嚴重集中喺科技股，但如今呢啲公司正遭受關稅嘅衝擊。佢指出，美元已經高估一段時間㗎啦，若貿易政策不確定性持續美元可能進一步貶值添。最近嘅三殺現象可能觸發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特朗普喺禮拜二放軟口氣，聲稱對華關稅將大幅降低。佢話會對中國非常友好嘅，唔會打強硬嘅牌。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正考慮大削對華嘅關稅，可能會降至50至65之間。有啲貨品嘅關稅率甚至會減多過一半添。另外，投資者擔心特朗普一旦辭退鮑威爾或影響聯儲局嘅獨立性，令禮拜一美國資本市場出現股匯債三殺，市場對美元資產投不信任票。不過禮拜三特朗普向市場派特心丸，話唔炒鮑威爾啦。咁禮拜二同埋禮拜三美股就勁彈，幾乎完全收復幾日嘅失地。新加坡銀行話，金價自年初以嚟上漲多過30%，反映市場難揾到能夠替代美元嘅主要貨幣。同時由於美債傳統避險功能減弱，都進一步推高呢個金價。摩通指出，
預計關稅戰引發嘅經濟衰退同埋滯脹風險呢，將持續增加黃金結構性嘅牛市。預計喺2025年第四季呢，金價將達到3675美元，並將於2026年第二季呢突破每盎司4000美元。我預期市場呢短期繼續波動嘅。美國未來幾個月呢通脹急升，令聯儲局減息可能呢推遲至9月。最終特朗普關稅政策可能會如我所講出現呢雨點小嘅情況，只係輕微徵收關稅，甚至對一啲國家豁免添。呢個肯定會令美股呢短暫咁反彈嘅。問題係呢，美國嘅基本經濟因素仍然十分差，市場對美國嘅股市啦、債券啦同埋美元失去信心。如發興銀行資本配置主管 Alan 表示，全球投資者撤離美國資產嘅趨勢咧將持續數年。咁我相信咧，經濟衰退、股災同埋滯脹咧，最有可能喺2025年上半年某個時間發生㗎啦。我預計黃金咧將跟隨股市先下跌，但黃金白銀咧下跌只係短暫嘅，然後黃金白銀將進入大牛市，黃金會升上4000美元。白銀呢亦都會升至100美元喎。不過最後都係我嗰句，變幻才是永恆。咁大家就要拭目以待啦。歡迎大家加入我嘅 Patreon 成為會員，我只會喺 Patreon 解答會員嘅投資問題。喺每一個視頻呢都設置有聲音版同埋冇廣告版。如果你睇到呢度你仲未訂閱嘅話呢，請你訂閱，因為你嘅訂閱呢係俾我做片好大嘅動力嚟嘅。請按下鐘仔給我點讚，歡迎大家留言，每一個留言呢我都會好仔細咁睇嘅。請睇廣告並將呢集呢分享俾你嘅朋友。多謝大家支持，下次再見，拜拜。